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法师。那么今天呢，有一位网友叫做 David CH 一个 David CH 的一个网友呢，叫我谈一下这个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论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以前看书里面曾经看到过的，可能是他看了我分享的读书笔记里面之后呢，发现里面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可能对他有兴趣，所以呢，今天我就专门来讲讲这个景气循环论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康德拉基耶夫呢，他其实是一个苏联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从这个图片上面呢，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日文的图片啊。那么它这个图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Innovation wave 啊，第一个波呢，它是产生于铁啊、水利，然后第二的波呢就产生于什么制铁啊，还有包括铁道啊，还有轨道，然后第三的包括那个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化学啊，然后内燃蒸汽啊。然后第四个波呢，就来到了石油化学、电子和航空和宇宙。第五个波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处于的一个波，就是属于电脑加这个网络加这个软件加情报产业的这个第五个创新的这个浪潮。那么每一个浪潮呢，就是对应了某一个这个叫工业革命哈，那是在我们政治学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是曾经有学过的哈。然后现在的这个第六个浪潮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绿色化学啊，这个生物科学啊，还有这个可再生能源呐、工业环保啊，这是第六个浪潮哈。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浪潮之间的这个间隔呢变得越来越短，一个浪潮从兴盛到衰落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但是呢，它波和波之间的这个距离也变得更短。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经济危机呢，我们说的是在波和波之间，就两个山之间的那个谷底那个部分，而现在的时代呢，就是说这个谷底呢在慢慢的在消失哈，就是说。就每一个浪潮呢，依然还是遵循着这个技术的这个从发展到成熟到衰落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技术实在太多了，所以导致呢这个波和波之间的谷底呢会变得更加的不清晰。所以这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论。当然，有关这个康德拉基耶夫的景气循环论的图片呢，还有很多图片，但是呢，我看到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图片哈。产生这个景气循环理论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经营学上面也学过的一些产品周期论啊，就是叫 product cycle， 这个叫制品成长周期论啊，这个也是呢在经营学，就是你如果学经营学 MBA 里面呢，他会跟你讲的一个。就是每一个产品啊都会有个 introduction 的时期啊，就是这个导入期，然后有 growth 有个成长期，然后有个 maturity 就是一个成熟期，最后呢有个 decline 有个衰落期。那么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手机产业呢已经进入了 decline 就是一个衰落期啊，即便是苹果他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去发展下一个行业。智能手机的创新的最初的起点呢应该是由苹果的 iPhone 开始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到现在呢最后呢，现在这个进入大家已经对这个技术产生了熟悉，然后已经变成太大众化，大众到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衰落期哈。当很多创新，每一个产品很多的创新一进入一个这个 product cycle 里面，然后如果这些很多产品都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然后在同一个时期衰落的话呢，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大规模宏观上的一个叫做经济周期哈，就是景气循环论。但是如果每一个产品它的更新换代和这个就是成长衰落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种状态来进行创新的话呢，那么这个康德拉基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的它的谷底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明显哈。每一年的呢都有一个景气的周期，那么每一个产品呢它都有一个景气的周期，那么这些东西呢如果非常不巧的都叠加在一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危机，然后统一的一个就泡沫破坏。那么所以呢，就说康德拉基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论呢，能解释很多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就像我说的，这个每一个创新之间创新都太多了，然后每一个创新之间呢又是无缝连接，所以呢，这个经济危机呢，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可能不太会出现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你比如说。其实中国已经爆过很多个泡沫，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就到了我们不可接受的地步哈。中国有个这个脱口秀的节目，就逻辑思维的这个跨年演讲哈，的时间的朋友，他每一年呢基本上都会告诉你一个泡沫破裂的一个例子哈。他去年还是前年好像讲了电影业的泡沫破裂哈，那说电影业呢。
这个整体这个成长很快，这个荧幕增了很多，但是这票房涨得非常的慢啊。我最新看的数据说是上座率 12.75% 哈，那荧幕加了那么多，但是票房没有相继的跟上去。而在这个电影开始红火的时候，当时的宣传是什么？就好像说你只要拿钱出来投，随便投一部电影就是10亿、20亿的回报，票房的回报。那个时候就是人傻钱多速来啊，大家都是赶快都去投资电影，然后在那个时候投资的就是在导入期和成长期，搞了那么多投资之后，过了成熟期，然后现在到衰退期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当年这个投资的那些电影呢，全部都是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大量的烂片在2017、18年这个电影市场上充斥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泡沫破裂的一个过程嘛。那么现在还有没有说这个资本热钱会说我要去投资电影呢？那就会比较理智了，他就不会说哦，我只要拿了10个亿去投一部电影，我肯定能收回成本。这种事情呢，现在在电影业就很少了。那么大家都还是会想着要把这个电影要拍得更好一点，在竞争当中呢，能够在艺术性上战胜其他的电影，然后呢，才有可能收回更高的这个票房。那么今年的一个泡沫是什么呢？今年泡沫是那个小黄车还有 OFO 的这些就是共享单车的这个破灭啊。那么就说这个呢，也是逻辑思维的跨年演讲里面他有讲到的。像这种共享单车刚出来的时候，共享经济刚出来的时候，它得到了非常多的融资啊。它当时大家都觉得好像投资进去肯定能够收回成本这样，它不停的得到融资，然后不停的扩大规模，然后到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有好几家这种共享单车就破产了。那么所以呢，每一年呢，其实中国都有一个泡沫崩坏哈。那么但是呢，即便有每一年都有一个又一个泡沫破灭，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的经济生活到底有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的有新的行业在产生啊。小黄车和共享单车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呢，什么美团什么打车又出来啦，然后什么这个拼多多又出来了，然后又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又产生了。在现今这个时代呢，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论想要去解释经济危机和这个经济崩溃呢，已经是非常的有限。个人觉得和次贷危机这种同规模的经济危机呢，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将再也不会再出现了。因为次贷危机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我们的智能手机是什么水平的手机哈，然后现在的时代，这个创新的这个级别和2008年又是同一个级别吗？我觉得也不是同一个级别了。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了，我们这个思想和这个数据和我们的个价值观更加多元了，比2008年相比之下，那么就是这种小规模的每一个泡沫的破灭呢，都不停的在产生，但是大规模的这个同一时期的这种泡沫崩溃呢，可能越来越少见了哈。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的下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说这个集中性的数据处理和这个分散型的数据处理是在现在的人类社会被证明，就是分散型的数据处理绝对是更优秀的哈。这个观点是哪里来的呢？是未来简史里面讲的。未来简史他就讲人类历史当中，你到最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就是你怎么样造电脑的一个过程。他就说你电脑一开始你要怎么做，你要先做处理器 processor， 做那个二极管哈。你第一个过程是什么？你要增加这个 processor 的数量啊，就是那个处理器的数量。就是人类一开始呢，就比方你要建成一个大城镇，你要让人类这个系统具有更高的这个运算能力，你有什么办法？就是说你要建一个大城镇，比如是1万人的这个城镇，它的运算能力就要比1000人的城镇要大。那么就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先要把 processor 这个处理器数量给增多。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要让 processor 之间进行这种双向联系哈。什么叫双向联系呢？就是尽量的平等，能够互相沟通。那么就是说，当你这个处理器的数量，比如说你到1万、1000万，比如说像北京这种地方，你到1000万的级别之下，你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增加人口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系统的处理能力呢，也就是以这个为上限。那么在以这个为上限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双向处理，就是本来是单向的啊，你给一个命令，然后下面的人就遵从，从上面给一个命令，然后下面一层层下去的这种模式呢，在数理上来讲，就是说在数理上分析来讲，在统计学上分析来讲，它的组合就比较有限，它就只有一种组合。比如说1000万的话，它就是 C 1000万的1000万，那就只有1000万个可能性。但是你如果让它变成双向的话呢，就是上司和下属之间可以进行沟通，可以进行交涉，可以进行 negotiation， 就是一个双极管，就不但你可以进去又可以出来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在排列组合上呢又多了1倍啊！就你在权力上或者在财富上你可以有层级，但是你在沟通上大家必须要是在平等的情况下，就是下属是有权利跟你提他的意见的。
就算他提的意见非常的愚蠢，但是这样呢也会让你的这个系统的处理器呢速度加倍啊，这个处理能力加倍。这第二个过程。第三个过程就是个人的自由啊，你呢个人呢，你每一个要有个人的个性化。对于电脑来讲，就到最后呢，你不是双向，而是说你可以跟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打成一片，打成一个关系的话，那么你这个处理器能够和其他处理器任何一个处理器进行排列组合的话，那么你这个处理器的速度会从 C1000万的1000万到的 P1000万的1000万，那你想想看，这个数量层级的这个运算能力能有多大的区别？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你这个人和人之间，你要更包容的心，你要包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意见啊，要尊重各种不同的这个东西，不要以善恶这一种双向性的东西来限制一个人。比如说，你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多，就代表你的选择越多，对于整体的这个运算能力的提升也就越大。如果说你切掉一部分人，比如说我恶人我不管了，道德上不行的人我批判他，我根本就不跟他接触，是吧？我永远不接触黑帮分子，我不接触吸毒的人，那么就会导致你这个 processor 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要减半，你这个统计学上的计算能力要减半，那么你会导致你这个整体这个在你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你整体的这个计算能力呢是这个系统呢是要更差一点。你要让每一个成为不一样的 processor， 然后呢，每一个不一样的 processor 呢，又能够和其他人进行足够的沟通，那么你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计算能力才是最高的，这就是未来电视所讲的。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趋势是往这边去走的，因为我一直在讲个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有价值的。那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价值的同时，你个人应该做什么呢？你就是应该个性化发展，你就应该有你的自由啊，你有言论自由，你有这个权利上的自由，你可以跟老板去讨价还价，你可以跟政客去讨价还价，你可以在投票上表现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东西呢，并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说你在造电脑的时候，你就是用这种思路去造电脑的，而电脑现在已经证明了它这么的强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呢，你也只有往这个方向去走，才能让你整个的系统的处理能力要上升。所以呢，这就是说集中性的数据管理呢，它会导致什么问题啊？集中性的数据管理，比如一方向的啊，你不能够沟通的，你不能够吵架的，你不能双向沟通的，你个人没有自由的这种，导致什么情况？就会导致你资源的极度的浪费哈，这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被淘汰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哈。社会主义它可以把很多东西都集中在一起来，但是呢，它最终呢，这个集中到一起来的东西呢，它没有办法进行排列组合。那么没有办法进行排列组合呢，就导致它的计算能力低下，然后最终呢是输给了那些自由主义的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哈。这个集中化的这个数据管理和这个分散化的数据管理这个东西呢，甚至可以把它拿到特朗普减税这个事情上面来说，因为呢，这个在尤瓦尔·赫拉利他就讲，这个其实减税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分散化数据管理的一种方式啊，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把税交给中央政府，让它集中起来，让它把那个资金的量给大量的集中起来的话，对这个国家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如果说你把这些税金呢还给个人或者还给各个企业呢，你就可以让这个系统呢从一个集中型的数据管理系统呢，慢慢的变成一个分散型的数据管理系统。集中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让你产生巨大的繁荣，但是同时也带给你巨大风险的一个东西。但分散呢，就是一种可以让你增加处理能力，让你整体的系统变得更强劲，然后同时呢减少风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最后回过来讲，这个康德拉季耶夫这个人呢，最后呢，在这个苏联呢是很不受待见哈，最后郁郁而终啊，据说还是说他去了外国啊，这个我没有详细去查，但是呢，就是他这个理论呢，本来是想说去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最后呢，其实就是最后呢，就完全就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预言哈，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这种加强集权、加强中央集中的数据管理的这个地方呢，才更容易出现有这个创新都是同一波的出现，然后产品周期都是同一个产品周期，然后比如说买电脑啊、买电视啊、买什么冰箱啊、买什么三大件啊，这些东西都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然后呢，你就会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所以呢，社会主义这种思想、集中性的数据管理这种东西呢，到最后呢，才是这个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源泉。这是最后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个理论没有办法在社会主义
国家得到采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了一个大家都信奉的一个经济理论吧。这可以说是一个挺大的讽刺吧。然后呢，最后呢，我就想讲讲看我看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这个4个小时的这个跨年演讲。然后呢，我觉得逻辑思维的这个演讲呢，越来越走向集中型的这个思考啊。那么就是说，你说春节晚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大家都在看啊？是大家都在看，但是你说它是一个成长期的东西吗？它不是，它已经在衰落期。衰落期的话，你也许它是一个很长期的慢慢的衰落的状态，但是它就是一个衰落期。走在时代最先端的年轻人最先接触的那个产品呢，那个才是它的这个导入期哈。等到年轻人不用它的时候呢，中老年、老年期或对这个潮流不敏感的人才开始用。而当潮流不敏感的人开始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进入成熟期或者是衰退期了。而那些最年轻、最喜欢走在时代前头的人呢，他们又去玩下一个东西了。所以呢，当一个东西产生最大影响力，产生最大体量，然后让你觉得数据上非常强的东西呢，其实它就已经快要不行的一个象征哈，因为年轻人都已经不接触它了。我们看很多新的东西啊，比如抖音啊，年轻人在玩，等什么时候抖音上面都是老年人在玩的时候呢，那么年轻人就去玩其他的了，是吧？你比如说看这个手机啊，一开始都是小年轻啊，最早买 iPhone 啊，买 iPhone 3G 的那些小年轻去买，然后等到那个老年人都在上面消消乐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呢就其实已经进入成熟期了，它至少就算不是进入衰落期，它也进入成熟期。如果你想要做很大的市场的话，那你这个市场就是没有未来的嘛。就是因为这个已经被年轻人抛弃的市场嘛，那么现在逻辑思维呢就拼了命的想要去什么上春晚啊什么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他每一年的这个演讲呢是一年比一年更老气横秋了，我只能这么讲。而且呢，我觉得他非常可惜，因为他的这个思维啊已经被禁锢到了一定要做大这个企业的这一个怪圈里面去。而日本有一个叫西野亮广的人，他在一个节目上讲的一段话呢，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有一个这个西野亮广呢，他有一个这个粉丝会啊，粉丝会大概是会费是1000日元，然后大概里面有12000人哈，12000人每个月1000日元，就是说他一个月能够得到1200万日元这样的一个收入哈。那么这样的一个12000人的这种粉丝会啊，什么研讨会这样的东西呢，已经是日本最大规模的了啊，就比那些什么顶级的偶像啊那些粉丝会员会的人都要多。然后呢，这个西野亮广他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他就认为是这样，他就说他将来要做一个地图，然后他粉丝在做什么的这个地图。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哎，我要新开个理发店，然后呢，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该找哪些客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宣传。那么西野亮广就说，你是我的粉丝会吧，对吧？你用我的粉丝会来宣传就可以了，你拿它来做生意啊，至少他们认识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啊。然后他到你这里来理发的时候，你们不会尴尬，对吧？所以呢，这就是说，你除了要把这个东西呢做得更中央集权之外呢，你要把它更分散下去，让每一个人在里面呢自己有自己处理数据的这个权限，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平台来想办法给自己发财，给自己创业，然后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你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而不是说想办法把东西都集中到一起，每个月从那个粉丝上面拿1000日元我就满足了，这种商业模式呢是不可取的啊。最终呢是要粉丝自己参与到这个创业的浪潮里面来。那么我觉得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非常现代，也非常西方，也是非常现在的这个自由主义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分享经济的真正的形态哈，就是你要提供一个平台。所以你说罗振宇他今年讲的这一套东西呢，我觉得甚至不如西野亮广讲的更有启发性。就是你得到有2600万的用户，有240万的这个活跃用户，你为什么不想着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或者说他们要创业，或者说他们互相之间能够有各种沟通的方式啊？你做一个这个得到的这个叫做地图啊，让每个粉丝呢自己要创业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个得到的用户里面呢，先圈定你的第一批这个客户什么这些东西呢，你把这个平台做起来呢，你得到远比你现在这个状况要好得多啊。但是呢，他现在因为有了这种集中性的思维之后呢，他就没有这种想法。包括小黄车也是这样，如果你把它分散产权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泡沫危机的情况。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种共享单车都是这种
巨额融资进来，然后呢，但是呢产权不明晰，谁都不知道这台自行车是属于谁的，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把它拿回家里面去，然后就或者是丢到河里面去，各种各样的废气啊、乱来啊，这些都出现了。你如果一开始把它做成一种小额的融资的平台呢，就是每一个人比如说出500块钱，我就包一辆这个我自己的车，然后呢这个车呢每个月赚到的钱呢都归到我自己的腰包里面，然后你做个10万人20万人的话，那你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这些车都是他们自己的，都要替他们赚钱的，他们每天不得拿那个手机盯着这个车到底去哪里了，然后他们可能还会要把那个车要做的个性化一点，对不对？给他喷一个新的漆，然后喷的这个五颜六色，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我的车，你要偷走了我的车，我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讲这个西方的自由主义里面带来的这种共享经济的真正的实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明晰产权，然后每一个人是一个分散的数据处理的中心，然后呢最终呢只是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经济呢，叫做我们讲的现在这种是没有经济危机的一种平稳的一种经济模式，而不是像中国这种巨额融资大家一起来，然后这个泡沫起来了，你看它楼起了，然后你看它楼塌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自由主义呢，如果它只是对个人好的话呢，那么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我不能说它是对的，因为我今天讲的东西我也不敢说是对的，也有很多破绽，你到处你只要你喜欢杠的话，你可以杠出很多东西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很有欺骗性，因为人类既想要自己好，然后又想要集团好，这是人类最本质的一个欲望。那么如果这个理论讲出来，你觉得对个人的自由，你讲个人的自由对个人好，然后对这个集体的这个系统的处理能力呢也能有提升的话，那么它就会具有最大的欺骗性，也就是说它会欺骗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这个老百姓。那么这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人类的一个趋势哈。那么所以呢，今天就把这个康德拉基耶夫的这个景气循环和这个集中数据处理的这个东西讲了一下。那么好了，谢谢大家，如果对你有启发的话，记得点个赞哈，谢谢大家，拜拜。